果外交的目的就是将政治领导人带往让他们犹豫不决的地方，那么基辛格就是这场游戏中的谋略大师。对于基辛格的去世，来自北京的赞扬是慷慨的。基辛格是中国的老朋友，在俄罗斯，普京称基辛格为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称赞基辛格奠定了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的基石。然而，白宫方面对基辛格去世的反应却没有那么充满感情。当我们回顾历史，很容易感到迷惑，是看不见的趋势主宰了历史，还是伟人的临时起意改变了走向，亦或真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基辛格自己是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他曾经说，作为哈佛教授，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非个人的力量驱动的。但当你身处历史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伟大人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71辛亥年，堪称彻底改变冷战格局的最重要的一年。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15分，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客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早已等候在此，迎接远方来客。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机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简单的寒暄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一路上到处都贴着很大的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基辛格询问那是什么意思，黄华如实地告诉了他。基辛格心里未免有点紧张起来。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已处于长达22年兵戎相见、互相隔绝的局面。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开始了代号为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之旅。意思是此行像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的东方一样，充满了神秘和未知。下午4点，周总理来到钓鱼台5号楼，中美双方的会谈正式开始。基辛格见到周总理，既紧张又兴奋。总理前面除了几张白纸以外，什么都没有。基辛格博士十分拘谨地打开了厚厚的一本材料，就开始自顾自地照本宣科念起来。当他念到今天很荣幸来到这片神秘的土地，总理微笑着马上打断了基辛格的话：博士，你很快会了解到，我们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国土。然后基辛格微笑了一下，就把那本材料合起来，推到一边。双方放松地正式谈起来。基辛格在北京一共停留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总理会谈超过17个小时。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美关系的大门也从此悄然打开。在有着美苏两个超级和大国的世界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堪称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独行侠，甚至脚踢美帝国主义，拳打苏联修正主义。中美关系从原来的互相敌视逐渐转为近乎结盟，中苏关系则正好相反，中国最终成为冷战的赢家。这一切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早在1949年8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垮台的白皮书，从长远角度出发挑明，苏俄帝国主义已经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在满洲也会这么做。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中国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从那以后20多年内，再也没有哪个美国官员就中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直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类似的意见。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彻底颠覆了中国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
向西方，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敢于藐视世界强权、令人敬畏的军事力量。抗美援朝绝对是中国的立国之战。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成为后来美国越战甚至美印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1955年中苏开始产生分歧，毛泽东拒绝了1955年苏联为了抗衡北约所创立的华沙条约组织，还只是在印尼万隆参加不结盟国家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放出口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解远东紧张局势问题。1960年中苏矛盾逐渐公开化，赫鲁晓夫废除中苏经济合作协议，召回全部苏联专家后，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1962年10月，爆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泽东启动了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政治军事战，痛击美苏两大强权共同武装支持的印度后，主动撤军，让世界瞠目结舌。但印度还是妄想脚踩美苏两条船，肯尼迪政府遂对印度的关系逐渐冷淡下来，转而和中国一样开始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则不失时机地大幅度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以便在南亚次大陆牵制中国。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北京，异乎寻常地谈了4个小时，说道：中美两国总有一天会重新携起手来，并让斯诺转达对美国人民的问候，祝他们进步。不过当年6月9日，中国开始向北越派遣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进行援越抗美，直到3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前夕才逐步撤回中国。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发动了推翻赫鲁晓夫的10月政变，在其领导下，苏联启动了大规模军备建设，进行了激进的霸权主义军事扩张。1966年1月，苏盟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遂在蒙古驻军15万，蒙古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苏联战略军团的纵深可达700余公里，中蒙边界到北京的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苏军机械化部队极易推进，而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则可攻击中国全境。1968年8月20日，勃列日涅夫发起多瑙河行动，50万苏联及华约盟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的军队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制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的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这对中国领导层触动极大。周恩来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公开称呼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同时早打、大打、打和战争成为解放军的战备指导方针。除了扶持印度和蒙古，苏联也亲自下场。仅在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中苏边境事件达4189起。1969年3月，最终爆发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方入侵部队被歼灭大半，苏联心有不甘。1969年8月，出动坦克、装甲车侵入中国新疆，制造了铁列克提事件，导致中方38名士兵牺牲。从南亚次大陆到蒙古草原，再到广袤的西伯利亚森林，苏联已经对中国漫长的陆地国界形成战略合围之势，部署了42个师，超过100多万部队。中苏时刻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太平洋彼岸，刚宣誓上台的尼克松面临越战泥潭及国内反战的巨大压力，美国经济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濒临解体，更面临苏联在全球范围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但毛泽东和尼克松要启动一场对话还是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要实现两国和解。中国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理论上只能通过战争克服矛盾。中国以世界革命源头的姿态，立志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泽东跟苏联领导人相比，似乎是个更加琢磨不透的强劲对手。所以中美要实现战略对话，绝非易事。20年来，中美接触的唯一渠道就是华沙大使级会谈，而这个会谈的136次会议都是枯燥乏味、了无结果的。尼克松的每个步骤都要向国会的20多位议员通报，不得不缜密筹划。1969年8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中，尼克松表态，当前苏联对美国来说更为危险，如果中苏战争中国失败，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则正式发出一道指示，如果中苏发生冲突，美国将尽可能向中国倾斜。中美双方还在绕着圈子互相打量的时候，第3次印巴战争使得中美关系正式大踏步迈进。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当时还是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国的政党人民联盟领袖拉赫曼赢得了大选，以绝对多数获取巴基斯坦执政地位。此事导致了掌握军权的总统叶海亚汗极大不满，操控政府拒绝承认此次大选结果，并解散议会。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宣布全力支持东巴基斯坦独立。尼克松一直对印度脚踩美苏2条船极为厌恶，这次明确选择了和中国站在一边，共同支持巴基斯坦。但媒体和民众更喜欢极有戏剧性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中美乒乓运动员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和庄则栋一次意外的友好互动被日本记者无意拍到，二人交谈握手的照片，第2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版头条。毛泽东反复斟酌，压了几天后，同意邀请美国球队访华。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考量，这是中美2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势不可挡。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3头6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吗？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4月14日，周总理会见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不到10个小时，尼克松总统便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决定采取给中国人签发赴美签证、中国可使用美元等5个新举措。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开始松动对新中国实行的长达22年的封锁政策。与举世皆知的乒乓外交不同，尼克松认为推动中美外交的实质进展需要严加保密。基辛格也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外交是关着门才能进行的，如果公之于众，则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世界主要国家也会要求与美国进行商议，这才有了基辛格绕过美国国务卿和国务院，去到巴基斯坦的秘密访华之旅。基辛格的首次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谈了7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及印巴问题上共同支持巴基斯坦。1971年10月25日，在基辛格第2次访华期间，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联合国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美国的北约盟国大部分也投了支持票。美国虽然同意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但又幻想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这个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方案也随之破产。10月26日，基辛格准备返回美国，尚未得知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基辛格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他便立刻收到了一份电讯稿，得知了消息。基辛格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情：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关于印巴问题，基辛格首次访华仅1个月后，苏联就与印度迫不及待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为了打消中国对美国内部态度分裂的疑虑，彻底和美国站在一起，基辛格持续向中国提供苏联方面的情报。例如1971年11月23日，基辛格向黄华递交了葛罗米科和柯西金与美国方面会谈的一切信息。12月5日，基辛格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弗隆索夫时，邀请中方人员通过会场的窃听装置旁听整场会议。12月10日，基辛格向黄华递交了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所有信件备份。基辛格还把苏联海军舰队在印度洋上的分部驻扎情况，以及中苏边境苏军驻军情况等全部转交，并承诺向中国提供中苏边境的军事情报，以证明苏联对印度的所谓支持只是放嘴炮，根本无力对中国动手。基辛格甚至成功说服尼克松对中国提供核担保。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拥有核武器，但投送能力较差。美国的核担保事实上意味着中美正式结盟。第3次印巴战争中，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总参谋长萨姆马内克少极其明智地利用了手头的一切有利条件。一是有意把战争拖延到11月底12月初才正式大举进攻，这样一来，由于大雪封山，中国无法武力介入；二是充分利用了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残酷镇压抗议活动的厌恶，争取到了从苏联到英国的广泛支持，就连美国内部的公务员系统都支持印度；三是兵贵神速，迅速在天气好转之前解决战斗，让中美失去了介入的时间窗口；四是利用当时手头的唯一一艘维克兰特号航母，对西巴基斯坦实施战略破交，切断了东巴基斯坦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战争期间，中国和美国一边筹备对印开战，一边想尽办法开展外交攻势。中美在联合国呼吁停火，苏联和英国则从中作梗，双方闹得沸反盈天。休会期间，中美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外交官热烈握手，共处一室开小会。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苏两国则连照面都不打，反倒是英国和苏联外交官公开邀约一起喝茶，这在当时成为联合国一大奇景。在基辛格这么充足的外交铺垫下，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他与毛泽东会谈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主席不予正面回应。送走尼克松，周恩来总理说：“尼克松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尼克松访华结束，临走时发出邀请，希望能在美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相会。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呢，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了。的确，从上海公报到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经历了近7年的漫长时间。但是，中美联手的威力很快就显现出来，冷战的天平开始微妙地倾斜起来。勃列日涅夫坐不住了，觉得需要缓和与美国关系，否则就被中国坐收渔翁之利。1972年4月20日晚上8点，基辛格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急切盼望苏美领导人会面。
基辛格在交谈中就占了上风，顺势把越南牌打了出来。仅1个月后的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1973年1月23日，经历数十次谈判之后，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这场冷战期间备受关注的局部战争熄火了。至此，美国勉强算是体面地退出了越南战争。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爆发，由于尼克松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以及他对基辛格犹太身份的敏感，因此，直到水门事件爆发后，自己无力抽身，基辛格才开始负责中东事务。在开战前6个小时，以色列才确认了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行动。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做出不先发起攻击的决定。在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0月13日开始进行的5分钱救援行动，为以色列补充了大量宝贵的军火武器。依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开了攻击，他们连一根螺丝钉的援助都不会得到，那很可能会导致以色列亡国。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力在中东地区扩张，但当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再次败给以色列之后，基辛格在以阿之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穿梭外交谈判。阿萨德主政的叙利亚开始谋求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平衡外交，不再专一依赖苏联，而萨达特主政的埃及亦与苏联决裂。对苏联和越南而言，中美联手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1978年11月3日，李隼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跟越南正式结为盟国。在勃列日涅夫和李隼举杯相庆仅106天后，邓小平就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充分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基辛格认为，对中越战争回应不够积极，可以视为苏联没落的最初征兆，或者说是这个红色帝国盛极而衰的拐点。但勃列日涅夫可不这么认为。1979年12月，苏联挥师武装占领阿富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西部边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中国反应非常激烈，严厉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入侵阿富汗使苏联在外交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首次面临世界上主要大国共同对付苏联的局面。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1个多月后，发誓结束冷战的美国总统卡特，这位一直以来试图避免升级与苏联对抗的软弱白宫主人，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反应。他宣布放弃与苏联的战略武器谈判，下令对苏联施行粮食科技禁运，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同时昭告美国将拒绝参加莫斯科夏季奥运会。苏联外长葛罗米科对此深感意外，他不得不承认国际局势开始急剧恶化。等到一位视苏联为邪恶帝国的新总统里根成为白宫主人，他发起了更加凶残的经济制裁、禁运和更加阴狠的对苏放血的准战争，这加速了苏联资源的消耗，并逼迫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这种苏联单方面寻求缓和的努力，终究在里根强硬的压迫下变成了苏联自身的崩溃。里根时期的美苏冷战格局已经和10年前大不相同。里根曾表达他对基辛格缓和政策的不屑，基辛格的缓和不过是通往苏联目标的单行道。美国不需要缓和，我对苏政策唯一需要的就是残酷无情的打击。1989年2月15日，苏联电视台正在播放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离阿富汗的画面。军车队缓缓开过一座位于阿富汗边境的桥梁，红旗在风中摇摆，士兵们坐在坦克上朝摄像机微笑挥手致意。当年驻阿富汗的苏军第40陆军团指挥官格罗莫夫宣布，在我身后已经没有苏联士兵和军官了，苏军9年的任务至此结束。2年后，
全世界又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下了苏联镰刀斧头国旗，升起了俄罗斯的三色旗，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由基辛格等战略家构建的缓和理念及其实践，推动尼克松政府为全球最复杂的外交关系开辟了道路，最终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基辛格因此被公认为是国际关系学中世界秩序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大师。但如今，中国已经超过苏联，成为美国历史上面对的最强大的对手。自1880年代美国超过英国之后，美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经济实力都是任何一个霸权挑战者的2至4倍大。在珍珠港偷袭时，美国大概是日本经济实力的11倍；在向德国宣战的时候，美国大概是德国经济实力的4倍。而苏联在冷战中最巅峰的时刻，经济实力也不过是美国的40%左右。在长达140年独霸经济地位优势之下，美国的战略家们在过去1个多世纪里的纵横捭阖和神招妙手，其实是所谓一力降十会。然而在1个半世纪里，美国享受的这种经济实力优势第一次旁落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转换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不管你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抱有怎么样的怀疑态度，一个确定的事实就是，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 GDP 已经赶上了美国；即使按照汇率计算，美国的领先优势也仅能维持5到10年。更不要说美国工业产出的比例只有11%左右，而中国这个比例大概是27%。如果两国真的发生热战，工业能力可以武装军队，而律师费和股票收益显然用处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如果计算对于军事对抗真正有意义的经济硬实力，中国已经是美国的1.7倍以上。被誉为现实主义外交思潮旗手的米尔斯海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非常敏锐地指出，从一个更高的格局来看，这是美国在过去1个半世纪里第一次要打逆风仗，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还没有做出如此的思路变换。以140年上坡路的油门突然开下坡路，似乎问题不小。历史永不驻足，基辛格身后的时代，中美以及世界将会共同进化出怎样的国际秩序，仍旧是一个开放问题。所以系好你的安全带吧，这将是个动荡的旅程，而且一切才刚刚开始。